老板，这个怎么卖180。？180，太贵了吧？我昨天看到才60。那你昨天怎么不买？我，你到底买不买？等一下，为什么他突然不高兴了？我不是只是在讲价吗？因为你刚刚那句，在很多中国市场里，听起来不像讲价，更像在砸场。啊？很多人学中文的时候会背太贵了，可以便宜一点吗？但真实世界的问题是，你说对句子，不代表你说对感觉。等一下，中文连讲价都有气氛问题。超级有。大家好，我是善。大家好，我是梦。中国人讲价很少像课本一样一句一句慢慢来，真正市场里节奏非常快。多少钱？180，太贵了吧？最低多少？已经很便宜了。对，我每次听这种对话，都觉得像乒乓球。对，因为真正重点不是单字，是反应。比如今天最重要的一句，太贵了吧？这句不是很普通吗？表面普通，但很多学习者会说错感觉。怎么错？比如有人会说这个太贵了，听起来像判断，甚至像批评。哦，有点硬。但太贵了吧，多了一个吧。中文里这个吧很厉害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会让句子变软，变成一种讨论感，不是你错了，而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谈一下？哇，原来重点不是贵，是那个吧？对，很多真实中文最难的从来不是大单字，而是这些小尾巴，吧啊嘛呀，它们会改变整个气氛。但中国老板讲话不是都很快吗？我根本来不及分析这些。所以你不能边听边翻译，你要开始整体感觉的听。比如老板说已经很便宜了，重点不是每个字，而是你一秒知道，哦，他在守价格。守价格？对，中文交易里有很多这种功能句，比如最低了，意思不是数学上的最低，而是不要再砍了。对耶。还有一句，中国人超常听到，拿走。啊？不是叫我拿东西走？对，很多学习者第一次都会误会。老板说50拿走，真正意思是50成交。中文真的好多隐藏意思。而且最危险的是，你以为你懂字面，但现实里根本不是那个意思。等一下，那如果我想讲价，最自然的句子是什么？有几个超常用，便宜点吧。注意，又是吧。啊，又来了。因为中文很多时候不是直接攻击价格，而是留空间。第二句，最低多少？这句感觉很真实。对，中国人超爱这样说，因为他直接跳过很多客套，进入真正价格。但会不会太直接？在市场里不会，但这里有个隐藏重点。什么？语气。中文很多时候不是句子决定意思，是语气决定意思。同一句，最低多少，你可以说的像聊天，也可以说的像审犯人。啊，所以很多外国人会觉得，为什么我明明句子对了，但气氛怪怪的？
因为中文是情绪语言。情绪语言。对，尤其生活中文，你会发现，中国人真正沟通时很少完全靠字面，会靠语气、表情、停顿、速度。所以听力真正难的是背后感觉。对，而且市场中文还有一个问题，数字，不要，我最怕中文数字。尤其老板说快的时候，120、85、40拿走。我大脑会直接空白。所以这里有个真实技巧，什么技巧？不要怕确认。比如你没听清，你可以直接说120。中国人现实里真的其实也会重复确认。所以不是只有外国人才这样。对，很多人学语言时太怕听不懂，但真实交流里，重复关键词本来就很正常。那如果老板突然讲超长一串怎么办？比如已经没赚钱了，你去别家看看，都差不多。对，我听到这种就直接放弃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真正重点只有一句，没赚钱。对，你抓到核心就够了。中文听力不是每个字完全理解，而是快速抓意思。哇，这个真的跟学校很不一样。因为学校训练你正确答案，但真实世界训练你继续活下去。就是中国市场生存模式。不过这里还有一个误区，什么误区？很多人以为中文讲价一定要赢，不是吗？不完全是。很多时候，中国人讲价其实是一种互动，是一种我有参与这个交易的感觉。所以不是单纯省钱。对，而且有时候，老板便宜你5块钱，可能只是给你一个成就感。好真实。所以今天，如果你只记得3件事，来了，总结时间。第一，中文讲价不只是单字，是语气。太贵了吧？便宜点吧。那个吧会让你听起来更自然。然后呢？第二，不要试图每个字都听懂，听功能，听情绪，听重点。最低了，拿走，没赚钱，这些都是高频真实中文。第三，不要怕确认，没听清就重复。80、120，真实中文世界里，没有人每一句都一次听懂。这句真的救到我。所以下次你去中国，如果老板突然对你说“帅哥最低给你了”，你至少不会当场死机。应该不会吧？如果你喜欢这种真实中文生存训练，记得按一下订阅。下一集我们会进入另一个更容易迷路崩溃的地方——中国地铁。对，问路，坐错方向，听不懂站内广播，还有那个最可怕的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你做反了。完了。